在当今的网络世界，如果你想找一种最廉价、最不靠谱的战略自信，那3天拿下台湾绝对是首选。这个说法像病毒般在各种社交群、媒体、论坛和短视频中扩散。它把一场极为复杂的现代战争简化成电子游戏，仿佛成千上万人的生死。一个地区的命运只需按个按钮，3天后一切就尘埃落定。红旗在台北上空飘扬，许多人听多了，不免感到焦虑甚至恐慌。台湾真的这么脆弱吗？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战争，尤其是跨越天堑的登陆战，它首先是一门科学，还是一场表演艺术？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它终究要遵守基本的物理规律，那么今天我将带你彻底剖析3日攻台这个巨大的军事神话。我们将用最冷静坚实的现实，从天气、地理、战术等角度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貌。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我们会发现，挡在解放军面前的从来不是台湾军队的草莓兵，传闻也不是虚幻的民主光芒，而是几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镌刻在地球表面的物理壁垒。而所有障碍的核心都指向一个让北京将领们彻夜难眠却避而不谈的真正噩梦。要理解台海战争的真实难度，我们必须先确立一个核心概念，我称之为跨海投送带宽。你可以把解放军最先进的导弹和战机想象成实验室里测试出的速度达每秒数 G 的超级光纤网络，看起来瞬间就能用海量数据淹没你，让你崩溃，这很吓人，对吧？但真正决定你能否看完一部超高清电影的，从来不是实验室的峰值速度，而是连接你家和视频服务器的那条隐形却真实的网络总带宽。跨海作战就是这个道理。战争，尤其是需要大规模登陆的战争，是人类活动中物质消耗最惊人的，没有之一。它消耗的不是虚拟数据，而是以万吨计的实打实的钢铁、燃料、弹药、粮食和药品。据最保守估计，一场全面控制台湾的行动，初期投入的物资就高达3000万吨，还需至少5600万吨的油料储备来支撑。这些天文数字的物资不可能像魔术般出现在滩头阵地，它们必须通过船只一吨一吨、一船一船地横渡台湾海峡，在指定登陆点卸下，再分发到每个作战单位。这条由无数运输船、登陆舰，甚至征用的民用滚装船组成的绵延上百公里的海上通道，就是解放军攻台的后勤命脉。这条命脉的宽度、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投送带宽。所以，洞悉台海问题的关键，请忽略那些炫目的武器型号。你只需问一个问题：解放军的后勤带宽够吗？当解放军精心策划的速战速决剧本撞上台湾海峡这堵物理墙时，将从4个维度遭遇难以想象的难题。首先，就是严苛的天气。台湾海峡从来不是平静的内陆湖，它以风大、浪高、流急闻名，是全球最危险的航道之一。每年受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影响，真正适合大规模2栖登陆的窗口期极短，通常只有春季的4月和秋季的10月，前后加起来不过几周。在其他时间，恶劣的海况将是任何舰队的梦魇。它不仅会严重影响舰艇的航速和阵型，还会大大增加登陆艇倾覆、直升机突击失败的风险。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基于盟军对英吉利海峡气象的精准把握，而台海天气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解放军在战争初期通过导弹饱和轰炸夺取制空、制海权，
那支庞大的、缓慢前进的登陆船队，在穿越180公里的天险时，仍是台湾反击的活靶子。任何一枚精准的反舰导弹或隐秘部署的智能水雷，都可能轻易让一艘满载部队和装备的运输舰，连同其作战计划，一同沉入漆黑冰冷的海底。试图在非窗口期强行渡海，本身就是一场豪赌，赌输的代价就是败局。解放军的战术构想，必然是在登陆部队出发前，用数千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对台湾全境的机场、港口、雷达站、通讯枢纽、指挥中心等关键目标实施毁灭性首波打击，目的是让台军无法指挥、无法反抗。然而，这忽略了台湾过去数十年在战力保存上的苦心经营。面对对岸的巨大威胁，台湾的防御理念早已从阻敌于国门之外，转向承受守击并有效反击。大量空军基地和导弹阵地实现了地下化和堡垒化，能抵御常规弹头的直接打击。许多重要指挥所和通讯节点隐藏在中央山脉深处。更重要的是，台湾构建了全球密度最高的防空火网，从远程的爱国者、天宫系统，到中近程的陆盾2型，再到单兵携带的毒刺导弹，形成多层次、高低搭配的拦截体系。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虽强大，但要在首波攻击中同时彻底摧毁台湾数百个精心伪装和加固的军事节点，使其完全丧失功能，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一个机场跑道能在几小时内修复，只要一个移动雷达或备用指挥所幸存，台湾的防空和反击体系就不会彻底瘫痪。一旦无法在开战最初几小时完全制盲台军，后续在茫茫大海上缓慢航行的登陆船队将面对毫无保留的反击。即使假设解放军克服了天气和首波打击不彻底的困难，船队抵达台湾近海，现在他们面对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在哪里登陆？摊开台湾地图，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典型易守难攻的岛屿。东部是陡峭的悬崖峭壁，直面太平洋，根本无法登陆；而西部海岸线看似漫长，但真正适合大规模正规军，特别是重型装甲部队展开登陆的沙滩屈指可数，总共约14处。这些被军事专家称为红色滩头的地点，几十年来已是台军防御重点，每寸土地都被反复计算和勘测。水下障碍物、滩头雷区、纵深碉堡，隐藏在后方高地的反坦克阵地和炮兵阵地，一切都将这些登陆点预设为巨大的立体杀伤区。解放军的登陆部队一旦选择这些地点抢滩，将面对早已标定精确坐标的来自四面八方的饱和火力打击，那将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屠杀。那么选择非正规登陆点呢？如从河口、渔港甚至湿地渗透，这些地方防御确实较弱，但地形将是进攻方重型装备的噩梦。坦克和装甲车会陷入泥泞，后勤车辆无法通行，部队上岸后将立即被分割，包围在狭窄街道、错综建筑和崎岖山地中，被迫陷入最残酷、最耗兵力的巷战和山地战。对登陆方来说，这是个无解的死局，要么在预设死亡滩头瞬间蒸发，要么在泥潭中慢慢耗尽。无论选哪，速战速决都只是笑话。这是所有难题中最致命的一环，也是我们后勤带宽理论的核心。我们再次假设，解放军以巨大代价终于将第一波数万部队送上台湾本岛某个角落，战争就结束了吗？恰恰相反，战争才刚开始。滩头阵地的士兵所携弹药、口粮和药品，通常只够支撑1到3天高强度作战，他们需要后续部队增援，需要源源不断的炮弹。
导弹提供火力压制，需要油料驱动坦克和车辆，更需要粮食饮水维持生命。一切都依赖那条横跨台湾海峡的脆弱海上补给线。据美国国防部研究报告，解放军现有专业两栖登陆舰和运输舰数量远无法满足大规模攻台需求，这意味着必须大量征用民用滚装货轮、集装箱船运输人员和物资。这些民船几乎无防护，航速慢，目标大，在现代反舰武器前就是绝佳靶子。台湾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可从陆地、军舰、战机等多平台发射，改良鱼叉导弹射程覆盖整个海峡，而最简单、经济且致命的武器——智能水雷，一旦在关键航道大量布设，就能将台湾海峡变成死亡禁区。解放军的补给船队将面临空中、水面、水下乃至外岛的全方位立体打击，每损失一艘船都意味着滩头部队战斗力削弱一分。一旦这条命脉被有效切断，哪怕仅24小时，以登陆部队就会迅速陷入弹尽粮绝、后援断绝的绝境。他们将从进攻力量退化为被围孤军，最终结局只有被歼或投降。跨海作战打的不是一时勇猛，而是持续消耗。一旦后勤带宽被断，任何行动都将前功尽弃。这就是战争的物理学，冷酷不容挑战。看完防守方的天然优势，一个逻辑疑问就产生了：进攻方的矛是否真如传说般无坚不摧，能刺穿所有盾牌？答案可能让很多人失望。近年来，解放军军力发展确实迅猛，新式武器层出不穷，让外界目不暇接。但在执行攻占台湾这种全球最复杂的联合作战时，它仍面临至少5个难以启齿的结构性隐忧。这是最核心、最致命的硬件短板。尽管解放军近年来疯狂下饺子，建造了多艘先进的75型两栖攻击舰和71型船坞登陆舰，大幅提升直升机垂直登陆和重型装备投送能力，但数量仍是硬伤。根据公开资料和国际军事评估，即使将所有现役两栖舰艇全投台海，第一波次一次性投送到岸的总兵力最多数万人规模。这用于局部冲突或许够，但要占领一个有2300万人口、数十万常备军和数百万后备兵力的现代化岛屿，简直杯水车薪。这意味着必须采用分波次、分批次投送兵力，而这恰恰兵家大忌。每波间隔都给台军和潜在第三方以逸待劳、重组并精准打击后续船队的宝贵窗口。至于用民船弥补运力，我们已分析，那将是灾难性自杀。现代战争是高度复杂的体系对抗，考验的不是单一军种强大，而是陆海空天等力量能否如一个大脑指挥的五指般无缝协同，形成拳头。而解放军恰恰缺乏真实战场锤炼的协同经验。自1979年中越战争后，已超40年无大规模实战。尽管频繁举行联合演习，但演习终究是演习，无法模拟真实战场的混乱、恐惧、信息中断和突发意外。新成立的联勤保障部队能否战时高效协调物资？东部和南部战区的海空力量能否指挥统一灵活？当无人机侦察目标需呼叫远程火箭炮打击，这个情报、决策、打击链条需多久？和平时期答案都是能，但在战火中，每个环节都可能致命延迟和错误，联合可能瞬间变联而不合，各自为战。对需精密配合的登陆作战，任何脱节都可能导致整个行动崩溃。肩负20隐形战机、55型万吨驱逐舰、航母、高超音速导弹，这些名字在新闻和军事论坛上听来威风，
纸面数据亮眼，但共同特点是缺乏实战检验。从设计到战场发挥理论性能，中间有巨大鸿沟。发动机高强度可靠性如何？雷达航电在强电磁干扰下的真实表现如何？更深层，许多高技术武器关键子系统，如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尖端晶片，在底层技术上仍不同程度依赖或模仿西方。和平时可追赶，但持久高强度冲突中，一旦备件和技术来源断绝，就成战斗力持续性的致命弱点。乌克兰战争已给全球教训，再先进武器，若后勤跟不上，维护不佳或操作训练不足，战力大打折扣。解放军的明星武器是一锤定音的杀手锏，还是阅兵纸老虎？只有战场能解答，而北京未必敢揭晓。如果说解放军水面舰队和空中力量是光鲜面子，水下作战能力就是相对暗淡的例子。台湾海峡平均水深不足100米，海底复杂，是天然水雷场和潜艇伏击区。台湾若战前战时用渔船、潜艇等方式，在关键水道大量布设先进沉底雷、漂雷和智能水雷，将对登陆船队构成不可预测的巨大威胁。一艘运输船可能不被导弹击中，却很可能触水雷瘫痪或沉没。清理需专业扫雷舰，缓慢、细致且危险作业。而解放军海军的反潜和扫雷能力，相比水面舰队爆发式发展，一直相对滞后薄弱。反潜巡逻机数量性能与美日仍有差距。水面舰艇反潜声呐在复杂海域效能备受质疑，这意味着登陆船队渡海将始终笼罩水下。幽灵威胁，台湾潜艇虽老旧，但若成功伏击发射1-2枚鱼雷，就能改变战局。这种隐形威胁将对解放军士气和计划构成沉重心理压力。说完这些，还有解放军最大战略顾虑：美国、日本等军事强国的潜在介入。这是北京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最不愿面对的因素。为阻止或迟滞美军干预，解放军需将大量精锐海空军和远程导弹用于构建反介入体系。这意味着主力舰队需潜出西太平洋与美航母对峙，空军火箭军需瞄准美军冲绳、关岛基地，这将极大分散直接攻击台湾的力量。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需同时应付多战场，战略上极其危险。近年来，美国智库多次台海兵器推演，虽结论不一，但共识是，即使美军介入付出惨重代价，如损失航母，结果很大概率仍导致解放军攻台失败。美国是否介入，何时介入，很大程度取决于台湾自身抵抗意志和能力。正如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所言，只有台湾奋力抵抗、坚守时，其他国家才会援助。若台湾开战初期有效保存战力，让解放军登陆陷入泥潭，付出巨大伤亡，就为国际介入争取宝贵政治决策和军事准备时间。总而言之，攻占台湾是极其艰巨、复杂且变数重重的军事任务，绝非3日可成。北京战略家对此必有清醒认识。战争迷雾满风险，任何基于宣传的轻敌冒进，都将让国家付出难以承受代价。分析至此，一个最关键、最困惑的问题浮现：既然军事速胜如此渺茫幻想，连解放军内部教材和近年落马高层将领都心知肚明，为什么北京宣传机器还要如此煞费苦心地鼓吹3日神话？那是因为，当用子弹的硬杀伤成本过高、风险过大时，用信息的软杀伤就成了更重要、更隐蔽的主战场。这个战场的目的不是占领土地，而是占领思想；不是摧毁肉体，而是瓦解战斗意志。3日攻台论
就是这战场上威力最大的心理炸弹。它被精心设计，有2个核心目标：对内维稳鼓动，对中国大陆内部，它营造敌人不堪一击、统一指日可待的强大幻觉，凝聚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内部矛盾；对外分化和恐吓，对台湾，它制造社会恐慌，传播失败主义，加剧战和撕裂。他试图在台湾民众心中植入抵抗徒劳、投降唯一出路的念头，同时向国际，特别是美国传递信号：别介入，等你们反应，一切已结束。如果说3日神话是心理战前奏，统战则更具杀伤力。台湾知名网红馆长陈之汉的大陆之旅，就是这场统战大戏的生动现实剧本。陈之汉在台湾有数百万粉丝，多为年轻人。过去很长时间，他以反共爱台的鲜明立场示人，曾在直播中用最粗鲁语言毫不留情辱骂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甚至最高领导人。看清军事上的物理铁律，也看懂心理上的统战剧本，我们才能真正回答终极问题：台湾的真实力量是什么？我们赖以生存和骄傲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已超越买多少 F-16战机或部署多少导弹。台湾的胜利方程式是一套多层次、立体化的总体防卫体系，由4块坚实基石构成。第一是拥抱现实的理性认知，我们最大力量首先来自清醒，不再被3天沦陷恐吓麻痹，也不再被每日必救幻想催眠。我们清醒认识到，对解放军而言，台海战争是后勤主导的，风险极高冒险，也认识到真正威胁不只来自对岸导弹，更来自渗透社会的虚假信息和心理操纵。这种基于事实的理性是构建一切防卫策略的起点。第二是全民参与的集体心防。当敌人用馆长式剧本瓦解我们时，最好回击是看懂、解构它，并当成笑话。我们的免疫力来自对民主自由生活的珍视，对多元开放社会的认同。一个习惯自由呼吸的人不会轻易爱上牢笼，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社会不会轻易被拙劣表演征服。第三是灵活的不对称战力，我们不必也不可能与对岸进行对称消耗。我们的智慧体现在发展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战力。那些成本低廉、难防御的无人机和无人艇，可隐藏在山洞、渔船上的反舰导弹，台积电代表的让全球无法忽视的龟盾。龟盾意义不止经济，更将台湾安全与全球高端科技产业链牢牢捆绑，让任何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付出沉重经济代价。第四是赢得尊重的国际信用。一本好用护照背后是在国际积累的信用额度。台湾护照通行世界，不是军事强大，而是人民海外展现良好素养，遵守规则，对经济文化做出积极贡献。这种软实力积累的信用，在关键时转化为政治支持，它唤起的国际道义声援和实质援助将远超想象。不要再问敌人多久能打败我们，我们应问自己，我们有多了解自己，有多相信自己，愿意为真实的一切付出多大努力守护。最后，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请别吝啬点赞、分享和订阅，让我们一起传递这份理性的自信给更多人。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认为台湾最大优势是什么。